上期我们介绍了犹大王亚撒击败了古时王谢拉入侵犹大国的军队，胜利之后，犹大军队一路向南，追击溃败的谢拉军队，来到了吉拉尔，并对当地进行了一番劫掠，满载着战利品返回耶路撒冷。在本期视频里，我们将继续亚撒的故事。这些夺取的战利品之后被亚撒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拿出来放到神殿里，以奉献给神。这一将战利品分别为圣的习俗自大卫王时期就有。当亚撒回到耶路撒冷时，先知亚撒利亚受到圣灵的感动，出来迎接国王亚撒，并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哪，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相互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听到神的话后，亚撒备受感动，他把可憎的偶像都尽除掉，又重修了耶和华殿门前的祭坛。他们从战利品中拿出700只牛和7000只羊，献给耶和华，并与神立约，决心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凡不寻求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死。他们大声欢呼，吹号吹角。这时犹大人的信心达到了顶点，他们的喜悦实现了完满。许多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与犹大国同在，也都纷纷来投。不仅如此，亚撒甚至贬了当时地位显赫的他祖母玛迦的太后之位，因为这位太后崇拜偶像亚舍拉，他很可能是这一崇拜的领袖。亚舍拉到底是什么，我们尚不清楚。一种说法认为，她是一位女性神，可能与腓尼基人的女神阿斯塔蒂是同一位神。另一种说，她仅仅是树木崇拜的遗留，并不代表任何神灵。从圣经中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柱形的木质像，大体类似一根树干，常常被竖立在祭坛的旁边。这个太后玛迦就是上次我们在亚比雅那集视频中讲过的大卫之子亚沙龙的孙女，罗伯安之妻，亚比雅之母。自从摩西时代开始，偶像崇拜就一直伴随着以色列的历史。即便亚撒去除偶像的决心很大，但偶像崇拜仍然是屡禁不止，难以根除。其中圣经中特别提到丘坛还没有被废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丘坛不一定是为拜其他偶像所建。从申命记
12章1至7节中可以看出，那些不是律法书中所指定的祭拜神的场所也不行。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但是亚萨的故事并没有说完，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继续。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记关注我哟。